大家好，我是 Min。嗨，大家好，我是欣。好，欢迎来到 Min's 购物台。今天的这支影片比较特别一点，就是我们想要尝试一下不一样的开箱内容，因为平常都是球鞋。这一次就是我也跟你一起，因为这是我们一起去买的东西。我们在拍影片的上一周，就是我们去了冲绳，然后去算6天5夜，大概买了这些东西，包含镜头外的东西。对，这是镜头内而已，镜头外还有很多。对，镜头内只有可能就大概差不多一半，就一半一半。超会买，有去过冲绳的这些东西，你一定都看过。我发现，因为我上一次去冲绳，可能我好像有10年了，就是10年前，然后去冲绳一些他们的特色就是那个红玉吧，就是它有在做更新，不管是品牌的联名啊，还是不同的点心之类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它都有在更新。肯定要的吧，不然你从10年前买到现在都买一样东西，你还会想要再去吗？我觉得我们还是有买到一样的东西啊。我以前就喜欢吃这个啊。我们要怎么开始？我们要从我们是要分单元，就是我们要分地点。这个地点你就可以找得到我们要的，我们买得到的这些东西。对，我们先从不是在冲绳买的东西开始。不是在冲绳哦，对，我们在起飞之前就先买了。对，我们的购物起始于桃园机场。那我们要讲的就是爱马仕，它其实是在一出关就的位置，所以其实不管你是要往左边走或往右边走，其实都会经过爱马仕，都会看到爱马仕。然后店面也算好逛，我们推婴儿车进去都还可以自由移动。它里面的摆设其实一直不断在变更，我们上一季去的时候就不一样。对，我们上次去新加坡就长不一样。流动的蛮快的。对啊，不过有些它的品项其实都在，只是放在仓库里。对，都是放在仓库。好，那我们就这个。对，这个看起来袋子超大的。我们买的东西就是一个薄薄的、扁扁的盒子。然后这个盒子现在是空的。我买了一条围巾，对，就是我们影片里面会出现。然后我们当时是觉得，过2天的冲绳可能有点凉，就觉得，那我到时候可以直接穿起来，直接围起来这样。殊不知，冲绳每天都给我出大太阳，根本围不起来。好，这是我们的展示小姐。围起来的话，大概就像我那个旁边的影片这样子。我买的是一个比较深蓝色，但它2面的吧，我记得。对，是吗？所以那一面就是比较浅蓝一点，对，比较成熟一点，然后也比较好搭。就是因为它有些是蛮撞色的，然后撞色就变成衣服就没那么好穿搭这样。而且其实它整体算是蛮低调的，对。虽然它的花纹是那种比较大图腾的，对，但不会让人家觉得很抢眼，或是觉得你就是爱马仕。对，一条抵10条，只要天气凉就可以围了。对，这也是你目前唯一一条围巾，是我们买的第一样东西。对，第一样吗？第一样是你的。这是第二样，第一样也是爱马仕，对，我们在同一间店。因为主要是我们去新加坡的时候买了一双鞋，然后就觉得我老婆可能也应该要一双，我们这样就可以搭变成像情侣鞋这样。因为我们两个的买鞋子的逻辑一直都是以情侣鞋为主，对，就尽量都可以一起穿。对，然后那时候就先买了他的，但是我就觉得我不缺鞋子，但他那时候因为他的脚太大，所以其实很难买鞋子，尤其是精品的鞋子更难找。也不是这样说，是大众品牌是真的很难找。对，就欧美的精品才有可能做到那么大。对，然后也要台湾有进，但通常台湾都没有进。对，通常台湾不会进。对，所以我们就在新加坡找到了。台湾就是进到29公分就差不多了。对，在网上就有够难找了。对，所以那时候在新加坡买，就觉得你终于找到一双你觉得好穿起来好看，也还好穿，然后又是你的 size 的。对。但是他后来就一直念念不忘这件事情，他就觉得我们应该要有一双情侣鞋。对啊。所以这一次就买了，也顺便是当我的生日礼物。生日礼物。好，那我要拆箱喽。你要不要帮我录？你录它就好。我要拆喽。好。这是什么？爱马仕的袋子就是里面会附一个纸盒，里面有一个就是纯布的鞋带，它可以只要脏了就做替换。然后它一双鞋，它一只就给你包一个布套。然后我们应该可以看一只脚就好了。好。就是长这样子。这样是爱马仕的。它是纯皮革的，就是它这边是鸡皮，然后这边也是皮，牛皮。对，然后后面这条是帆布的饰带。
然后下面这边是就橡胶底啦，对，一般橡胶底，然后做切割文案这样。对，然后这边有一个外侧有一个 H，这是他们的 Bouncing 系列。对，我买的这一双是全皮革的，但你的那一双这边也是麂皮，但这边是网布，透气网布。对，因为那一个我在猜，应该是因为你那时候买的时候是夏季，所以应该是 SS 系列。然后我这个可能是 AW， 然后鞋底就是也是 H。Made in Italy， 反正就是这一双鞋子，好像没有什么感想，就是一双很贵的鞋子。对，是我第一次买这么贵的鞋子。对，我那一双也是第一次买这么贵的鞋子。但听说因为它是全皮的，所以会越穿越软，然后越来越舒服，脚型。对，而且我怀孕之后脚变大，对，所以我其实现在有些鞋子都必须要淘汰。对，有准备怀孕的话，可能要注意一下。好，我们接下来开箱长荣航空，但它其实不太算是我们买的东西。对，就是基本上是送的。对，就是因为我们有带 baby 出国，然后他们就一开始就会问我们要不要订宝宝餐，然后跟会帮我们准备尿布。这个我自己建议的话，是可以打电话跟那个他们的客服中心联络。之后应该会出一支如何带1岁老鹰出国的影片。对，那时候我们再详细跟大家分享一些流程。对。好，那我们就看这次长荣去回拿到的东西，大概是这一袋。因为我们是第一次带了搭长荣，之前都搭新宇。对，然后我觉得长荣给的东西比较不一样。比较多。对，那现在开箱它的餐盒。这是宝宝餐。对，它就是去回都有1盒，所以我们其实有拿到2盒。对，因为第1盒已经有吃了，所以我们第2盒留着。对，然后它其实内容物就是3罐泥，一个是综合蔬菜泥、苹果泥跟黑枣泥，去回都一模一样，但是是好的牌子。对啊，这个一上飞机他就先给你了，登记一做他就先拿给你。对，他就会以防你随时有需要。然后我们有去程的时候拿到的玩具是这个记忆游戏版。记忆游戏版，它其实蛮有趣的，它就是一个包装里面，然后有3张图案的样子，3张这样的图案，那你就可以从这个缝里面插进去。对，然后呢，你就是可以翻开你的窗户，都是不一样的图案，然后你就可以跟宝宝玩。你要找狗狗在哪里，或是对，你可以先找找看动物在哪里，然后再是找一样的，然后去打开来这样。但乐乐年纪还很小，他可能还不会这样玩，但是这个东西就也让他玩了很久，因为这种机关是那种小肌肉操作，所以他很喜欢，而且翻开对他来讲都是不一样的图，对，所以他觉得很有趣，对，然后或者是我就会把它这样全部抖下来。然后让它这样慢慢关起来。对，我也是，我刚刚有这样玩。对，他就觉得很有趣。好处是它还有不同的图，对，就可以替换，让它有一点新鲜感。这样，我们在回程的时候拿到了绘本。哦，对，这个很赞。我那时候我有追踪河流的粉专，对，他们那时候就有说，他们有跟长荣联名出绘本。他们只跟长荣吗？我不知道，好像是，我只有看到长荣的。然后他们说你要主动去问。他才会给，他不是每个小朋友都发，或者是不是只有有小朋友他就会给，对，就是你要主动问，他们可能会优先给其他玩具，然后你问了他才会给，那个才给绘本，看起来比较贵啊。对，然后因为我们去程的时候，我就想说，冲绳虽然是国际线，但是好像因为路途很近，所以感觉没什么机会。对，会不会就不会给那么好的东西礼物？这样，所以我就想说拿到那个游戏版就不要问好了。结果我们回程的时候，一上飞机他就给了这个绘本。真的。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有一个系列吗？还是它有2本吧？我看到的是我知道有2本。这个其实真的做得很好就是它其实是它是绘本，然后是拼图。虽然它这个绘本其实做的比较适合大宝宝，大概2岁。没有，因为它没有注音。虽然它是中英双语，可是它没有注音，所以基本上它没有办法可能要幼稚园是自己读，一定要共读。对，但是它比较好玩的地方是后面有拼图，就是它有1个、2组拼图，然后其实还蛮好拆的，就很好拆下来玩。剥下来，对，然后在飞机上弄丢，然后弄丢跟他说我找不到，可以再给我一本新的吗？OK， 对，反正我很开心拿到这个绘本，而且画风真的超。妈妈本人比小孩还开心。
对，我看的比乐乐还要认真。好，反正长荣的结束。下一位，我已经累了，我很少讲这么多话。我们先去国际通。国际通有看我们的 vlog 的就知道，其实国际通我们就只有走一条。对，就走一下，然后原本想要吃饭，还来不及吃饭，因为乐乐想睡觉。对，他快不行了。对，而且主要是我觉得那个地方也不适合带小孩在那边用餐。哦，因为不是油烟大，不然就是 bar。对，我觉得在国际通餐厅相对来讲都比较窄一点，然后餐厅的座位就是比较挤，所以比较挤的情况下，其实小孩也不好带，尤其是婴幼儿。如果是一个可以自己独立座位的那种，把5、6岁自己坐在椅子上的那种就还好。对，然后所以我们就在看的情况下呢，买了2间。对，这个叫做 Kobe， 对，是吧 ？Kobe 就是大家知道的那个薯条3兄弟那个牌子。对，那个它算是一间蛮大的专门店。对，它有一个在一个广场，然后就很大一间在那边。对，然后那时候我们去的时候是几乎没有人排队，所以我们就赶快进去看了一下。然后我们就买了冲绳限定的口味。对，然后来看一下，这叫 Jagariko， 我应该没念错吧？好 ，Jagariko。Taco Ball 是冲绳那边还算蛮有名的食物吧，当地就是那个很像肉燥那个东西。对 ，Taco Ball， 它应该算是美墨料理，吃起来就是很像打抛猪，少掉香料味的打抛猪。对，然后就是咸咸的。对，其实冲绳很多美墨料理，那这就是其中一种。反正就觉得就是冲绳限定的口味应该很有趣。对，在后面的影片就是我们有拍那个1日3餐的 vlog。就会看到我们一直在吃 taco rice， 来，我们就吃2次而已。然后第二个是这个，就是红玉加黄地瓜，反正就是地瓜跟地瓜根茎类组合。白地瓜、紫地瓜、黄地瓜。对，这是地瓜3兄弟，然后再加一点黑糖。应该是蛮单纯的，而且它是做这种小方块。Kura sweet potato， 好，只是不太一样。对，我记得这一个跟这一个好像是他们销售前2名的口味，因为一定是因为摆在柜台旁边，大家顺路排队经过这看起来不错。它有2个摆的位置，一个是一进门，有一个小柜子就有放，然后结账的那一条路径又摆。它就是在透过，就是让你记得，刚好看到这东西啊，走不回去了，直接这边拿走。但我相信它排名高有它的道理，应该是好吃。对，应该我相信是好吃，长得就蛮好吃的。另外这个呢，就是海盐的吗？海盐口味，就我觉得那时候进去逛 Kobe， 我可以分享一下。可以啊。就我觉得进去逛之后，其实 Kobe Bryant， 气氛瞬间尴尬。你只有我们2个是要尴尬什么？我后来进去逛之后，我就会觉得，其实整间店好像没什么内容。对，而且很挤耶。但是我觉得它其实可能再早一点的时候，它旁边有一个柜台，它是现炸的薯条。真的。然后好像还有冰淇淋，就是可以加上去。对，好像白天的时候有。我们太晚去了。我记得他们那边唯一让我觉得很特别的是有卖散包装的，就它有贩售一个纸盒，然后你可以散包装选你要的口味，但它总共也才6个口味，然后一盒里面要装8包，对，所以一定会重复。对。3包装，然后你自己用一个它那个冲绳限定的盒子吧。对，但是就也觉得还好。我们在国际通除了那个 Kobe 以外，我们还有逛到雪岩，在它隔壁，对，在 Kobe 的隔壁，隔一条街啦。对，我们去那边吃了那个冰淇淋，好吃的，真的很好吃。然后这个是冲绳什么？就是泡澡盐，对。里面有卖超级多种盐，还有泡澡盐的选择也非常多。对，这个包装的东西很多地方都买得到。对。那时候我们刚好去那边逛，就顺便买。对啊，它都是卖跟盐相关的嘛。然后我们就买了这个像是法兰酥的饼干，对，看起来很好吃，但就是看起来很好吃。再来呢，因为我们晚一点可以看我们的3餐日记，就会发现我们一直在吃超市，对 ，food market，
还有 Lawson。对啊，就是一直在吃这3个东西，主要是配合小孩的。对，因为吃这些东西其实比较好带来带去，比较好带走，或者是到一个方便的地方吃。因为如果说在店里面的话，第一是时间比较长，然后我们带小孩其实他可能会坐不住，然后或者是大吵大闹，影响到隔壁人。看他的精神状态。对对对，目前以现阶段的小孩其实比较难进餐厅吃饭，之后中午的时间比较有精神比较好的时候，对。然后一方面是我们如果去 food market 或是超市的话，比较容易买到蔬菜类，对，或者是调味比较少的，对。所以就想说要给宝宝吃的话，可能就不行，要挑一下，因为要买这些吃的东西，我们就也买了很多杂七杂八的东西。对，就是其实他会买得到，很久没吃那个，它叫什么？卡拉姆酒。对，它叫卡拉姆酒。突然忘记了，太久没吃了。然后这个是酱油口味的拉面，那时候你买了这一个跟海鲜的，对，因为我本来就比较喜欢吃海鲜口味的泡面。然后这个酱油呢，因为我自从吃了海鲜真的是超爆咸，所以我酱油就完全不想吃。我等一下来吃。我现在带回台湾，我还是不想吃。我等一下吃。然后你知道现在就是小孩去睡觉，我们才有办法录。对，我们才有办法录，而且我们还用这个麦克风，因为就不能讲太大声。然后另外一个在 food market 买的东西呢是这个柠檬皮糖，它虽然是糖果，但是呢，它是完全没有加香料，没有加色素，然后甚至也没有那个防腐剂。你可以继续讲，我帮你做展示。因为要破梗，这样很好笑啊。然后反正因为它的成分真的很单纯，它就是柠檬、砂糖、维他命 C， 很像沾了糖粉的柠檬皮。对，就是很像你在吃新鲜的柠檬。对，不过台湾有没有卖？还有一包。那时候我其实突然很想吃糖果，因为那时候背乐乐水饺背到低血糖。对，所以我就去超市买水果的时候，看到去逛了一下糖果区，然后发现竟然没有贴这么太激动，它竟然有这么干净、成分这么干净的糖果，我就先买了一包来试试看。然后一拆就是太好吃，我就立刻跟陈道明说：“你有看到一定要帮我扫货，我要带回台湾。”对，我那时候扫货，就是把它储藏柜里面的那个盒子全部都直接拿下来，放到购物车。全部是几包啊？24包。我就拍照给他，问他你不是要扫货吗？我只是想要加 Kiwi 我就把你今年份都直接买下来。就是刚刚看到的那个红玉条、饼干条，就这样。有去过冲绳的人应该都可以看得到，是从10几年前、几十年前就在卖了，真的很好吃吗？包装都没变过。其实我忘记了，它就是有红玉口味的饼干啊，然后跟 Lawson 的饼干。对 ，Lawson 这是 Lawson 自己出的，感觉有个 L。然后这个就是很无聊的薯圈圈。好，这也是巧克力星星、可可星星。这跟那个最近台湾那个全家不是都出这种感觉啊，就是都自己出自己的饼干什么的。其实买了之后根本没有时间吃。在饭店房间比较小，然后离小孩近的时候，这个声音超大声，他一定会绝对会醒来，所以最后也是没得吃。好，先开箱这个好了。这个是我们中间有去叫 Parco City， 就是一个很大型的 shopping mall， 跟台湾更大型的拉拉破这样。对对对，真的是大型拉拉破。就是先讲完我们在 Parco 这边几乎都是买母婴的东西。所以如果不想要知道任何母婴产品的人，就可以跳过这一段。这是叫做 Mickey House， 就传说中的最贵婴儿鞋。我们其实是误打误撞知道这个牌子，对。然后我们都在台湾看到定价的时候，真的是有吓到。我们一开始没看到，我们一开始看到鞋子很可爱，看起来不错，他跟我说介绍，然后他就被抓去柜台。对，没有，重点是乐乐很开心，乐乐穿的超开心，他拿着不放，然后就是穿着之后一直笑。对，然后我们就说哦，好吧，反正终究要买，然后就这双吧，这样。对，因为知道价格之后，我们就想要知道日币。日本，我那时候经过就想说，看一下好了，来比一下价格，同一双大概差多少。然后看了价格之后，我们就决定买第二双平衡一下。对，就是把它成本的价格平均一下，到底平衡在哪里？我们这一双买大概台币2000块加退税。对。
所以其实整个就便宜蛮多的。但是因为这双其实我在台湾看的时候，我本来就很喜欢。对，我们本来喜欢这双鞋，但另外一双其实也不错，就风格有点不一样。对，讲个小故事好，就那时候我们其实都是先看这个，因为台湾的专柜上面就有标示它是什么得过日本的什么设计奖，对，就好像很厉害。然后它的图案我也是很喜欢，结果我们那时候想要先试这双的时候，柜姐就忽略我们的这句话，然后直接对他直接去找他推荐就是我们后来买的那一双比较基本款之类的。对，然后后来我就在想说，应该是怕价格吓到我们。对，反正这是我们在日本买的，就把它买回来了。对，下一趴就是阿卡奖。阿卡奖啊，必须用纸箱装。对，好，第一个东西 ，Goon。应该是吧，因为大家都说母婴用品可以去日本买，然后就觉得要不就带少一点，然后就直接去阿康奖买这样。我们真的带很少，我们带10片。对，然后就会发现有点紧张。买完之后马上做一个梦，就是为什么要叫 Goon？ 然后店员就跟我说，因为小孩穿上去尿布之后，晚上睡觉都会公公叫，像猪叫一样。以上纯属虚构，就是你自己的幻想。对，就是完全是真实，就是做梦这样。阿卡奖有列一排的那个尿布。尿布片，然后就放在那边，然后让大家去试摸，觉得你比较喜欢哪种触感，那种凉凉的，或是比较柔软之类的。台湾的阿卡奖也有做这件事，只是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就想说反正都要买了，我们就不用再买我们平常用的。对啊，我们就摸摸看不一样的牌子。然后要记得，因为我们买的是要在日本当地用的，对，要在当地用就不能退税。对，理论上不能退税。对，你可以把它拿一片出来。就我那时候会买，一方面是因为迪士尼，它单价比较低，然后不是迪士尼吗？对，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它是迪士尼联名的。那一片10块钱，然后13块、16块，这是10块钱。10块钱，我没有想要买13块的，13块那个也有迪士尼联名。然后我觉得尺寸其实偏小。我们以满意宝宝来说，我们平常是用满意宝宝的 L 号，但它大概是满意宝宝的 M 号，所以就是大家可以要特别注意一下。对，实际穿了之后比较准。对，接下来呢，就是因为我现在还有在喂母奶，所以呢，对我来说，益乳垫是必备物品。这个包装我也是在台湾就一直在买，然后就觉得其实在日本买起来用日币换算，汇率一定比较划算。再加上呢，它当时候还有一个优惠，有点像买1送1这样会，然后换算起来比在台湾买1包还要便宜。一般的益乳垫跟有机棉的益乳垫，就它的那个粘胶的地方的膜跟外包装是连在一起的，很像卫生棉这样。就是它直接拆开就可以用。再来呢，这2个湿纸巾其实一点都不特别。对，我原本就只是想要买了，然后我随身要带着用的。但是因为那时候他拿去退税，然后就全部包起来，他就全部包起来了。然后我就我还是没有湿纸巾。对，反正它就是一个是一般的湿纸巾，一个是手口可以用的。再来是奶嘴，15个月贝亲的奶嘴，就是我们现在起来是在用 LL 号，然后因为它在长牙齿，所以它超级容易把奶嘴头给咬爆。所以呢，我们在台湾其实已经买了10个以上，后来就决定好，我们用日币买。对，咬爆的情况其实基本上。第一是你去捏那个头的时候，它就会看到裂缝。因为像乐乐它蛮敏感的，就只要一爆，它就不用那个奶嘴。对，但它自己咬的。这样是两个，一盒里面有2个，难怪比较长。台湾没有这个包装。对，所以我因为台湾都是短短的都在这里。对，因为之后要随着月龄换奶嘴，我就把15个月的也先买，所以买起来。然后再来是阿卡奖有卖很多米果。那因为乐乐现在做气座，就是一定要吃零食，不然他就给你扭来扭去，大吼大叫的。所以我就想说，好，我要挑一些日本的米果。但是我在阿卡奖真的挑了超级久，因为他们这种单纯成分的米果太少了。台湾是蛮多吧？台湾很多，台湾真的是很推有机或是有机，然后是水果果干。对，然后
完全没有添加物，没有防腐剂，没有麦芽糊精，没有什么都没有。在日本倒是很多，而且就是日本的米果很多，就算没有防腐剂，也会加盐加糖，就是不是纯米。对，就没那么单纯。对，所以我那时候挑了超级久，然后就挑了这2个牌子。这个那时候有点很想要买其他口味，但又不知道那个接不接受，所以我就只先买了一个，这是蔬菜吧，反正就是绿色蔬菜口味的。对啊，有豌豆什么的，豌豆看到。对，好像有菠菜、南瓜什么之类的。可是为什么南瓜是绿色蔬菜啊？它还有很多其他口味。很多那种妈妈的收集癖。然后另外这2个，这个是有机，有标榜有机的蔬菜，这个就是小鱼干。我觉得小鱼干是在台湾比较不常见的口味。这个它是有盐的，这个有盐，然后有酱油，但是它是给1岁以上吃，所以要注意一下，它这边有特别标，它是1岁以上才可以吃。而且它甚至它的对它的米或者是一些东西，像芝麻都是用有机的，而且它是那个无麸质 ，gluten free，不错哎。对，我们在 Parco 还有去大创、无印、Uniqlo。我们无印跟大创是没有袋子的，所以我们就一起塞在 Uniqlo 这里。好，我们中间可能会掺杂一些母婴用品，就是很快就会过了。你挑的，这不是我挑，这是乐乐挑的。他一看到这个，他就是一直要然后给他之后就这样。就是一路这样抱到那个柜台，而且他那时候已经把它吃的整个都是口水，对，必须全部都是口水。结账。我在台湾滑 IG 的时候，其实就有看到很多日本的妈妈在分享他们怎么制作给小孩子的忙碌书，他们就有用大创的很多工具来做，其中就有分享到一些什么贴纸书什么的，但我那时候没有联想到那些贴纸书也是在大创买的，我只有想到说所以这是收纳盒是在大创买的这样，结果我这次在逛的时候才发现，原来也是在大创买这些贴纸书，而且这些贴纸书真的很便宜。台湾大创没有吗？我们也很少去逛大创啊。是的。对，但是这个真的很便宜，这个换算台币可能1本20块。然后你买了很多书，然后给小孩玩，然后当他们还不会控制力道的时候，你就是哇，心超痛。然后反正20块绝对没问题，这20块随便他撕，你要撕100本，我买复数都愿意。但我们那时候就挑了好多本，这大部分都是贴纸书，里面的贴纸这些应该都是重复撕贴，挑了几个主题，不错这个。对啊，然后它完全没有关系。为什么？你就在旁边晃来晃去，没有，我在找那个包材。我们那个时候就是买这些东西真的太多，然后没有办法塞进行李箱，所以我老婆在逛大创文具的同时，我就是去买了，我在找那个胶带。但你后来也是我找到，所以你到底在干嘛？就是大创买的木块，我们想要每个行李箱都放着1双筷子，取代免洗筷。然后这个就算弄丢或弄坏也就算了，因为毕竟大创买的比较便宜嘛。对，我觉得大创也是文具控的天堂。对，我买了贴纸，还有色纸。就是小时候拿来折纸飞机的那种啊。其实它以文具控的角度来说，它不是这个作用。那个方形纸，我知道，它其实也有卖那一种。有卖那种真的是很素的色纸，对，这个是高级的色纸。我在无印买了这个笔记本，小的，这是台湾目前没有进的。是啊。对，台湾没有进这个。上次在找这个。对，我上次就去找这个，然后就发现台湾没有进。我觉得这一系列真的是出的很棒我觉得它的大小很刚好。我们现在不是有买了印表机嘛？对。我就觉得可以印乐乐每天的一张照片出来。然后就这样贴着，然后旁边可以简单写几句话，这样1本就可以当做他1年的记录这其实我不知道还有几页啦。然后再快是乐乐的衣服，超可爱。对，台湾没有这个颜色。对，台湾没有这个颜色。然后可能是我没有找到，但是对我看到了。在台湾的时候，我们是先买了粉色、白色的。白色。对。然后我们那时候原本想要再去挑另外一件，他就跟我说，我们就要去日本啦，我们去日本买就好。其实无印良品的婴幼儿童装做的还不错。对啊，它跟大人的也长得蛮像，就是缩小版的。对，就是简约，然后还蛮有质感的。接下来就是 Uniqlo。这是你的，需要介绍吗？不用，就是白 T，就是日本的 Uniqlo 真的很便宜，台湾的价格的2/3吧。
其实我真的觉得 Uniqlo 很好逛，如果有时间的话，真的是可以好好在 Uniqlo 挖宝。对，然后买了2件发热衣要给我爸，他们的发热衣真的很好穿，而且台湾的发热衣款式其实没有进得很全。对，它那个发热衣的程度，发热程度还不一样，还有什么热，然后极热，对，超级保暖热之类的。而且他们就日本这种低领的铺货铺的比较完整。对，那个有些发热衣是有短袖的，台湾好像不会看到短袖的。有，但很少。我之前买过一次，就没看过了。这是宝宝的袜子。对，这个台湾买得到，但这个好像没看过，不确定是不是没有进，还是没遇到而已。还是新的，真的是完全没看过。对啊，我其实还要买一件乐乐的裤子。他正在穿，已经穿了。在日本，就是这次去刚好有差，就是有些免税品其实是可以先穿的，尤其是像衣服、行李箱这种，如果它是非消耗品的话，其实是可以直接使用的。它是6个月内带出境就好。对，然后如果是像吃的、像化妆品这些会消耗掉的话就不行。对，它就会把你包起来。接下来就是很多的 DFS， 应该说落地后的第一个白天，我们就去 DFS 百货，然后它就是标榜都在卖免税的，尤其是免税的精品。对，老婆这边她有查了一些资讯，就是说你买了某个东西，然后它就可以给出什么9折券，满额就会给9折券，对，然后再9折，然后再去精品买9折，然后再去哪里买9折，这样他们可以去。他们是有大地游戏的，对，就是一个 loop， 你会出不来。反正我们就先去买了他们的伴手礼，那我们就看到什么讲什么吧。好，刚刚说的那个雪岩，对，我们其实在 DFS 就先买了，对。然后这个它其实看起来很素，但它旁边有摆试吃，对，就超级好吃。它其实就是像是那种英国的那叫什么奶油饼干嘛？对，奶油酥饼的日本版加盐版的吗？加盐，然后日本冲绳版，对，真的很好吃。然后我后来在其他店，国际通那边也有看到，它有出很多其他口味，对，就是什么像抹茶、像是巧克力之类的，但是我们在 DFS 有看到原味跟牛奶口味，对，那我们就买了原味，对，好，我们这边这一袋是都只有一个，对，我们有买复数的都摆在旁边。对，我们到时候跟大家说我们买了几盒。我们会买这么多是因为大部分是要送人的。再来就是这个是什么？烧火子，冲绳红玉卷。我们那时候好像是只看到架上剩最后一盒，对，然后我们就拿了，只剩这一盒，反正就是这个卷。限定口味，然后又是红玉嘛，卷心酥，看起来很好吃啊。接下来是Godiva 的巧克力，我们摆了一个很大的柜子，然后都在装Godiva。对，然后我们其实买了6盒，对，就是它6盒是还有一个提袋的，然后我们就是买来要送给我们俱乐部的教练，这就是 Orion 那个Orion， 就是那个啤酒的饼干。但是它没有酒味，对，它没有酒味。对，它做了冲绳黑糖跟那个什么新咖喱。对，那时候我们已经买很多了。对，然后那个店员就看我们在看这一款，他就去柜台拿了试吃的。对，然后给我们试吃这样，然后我们就买了。是蛮好吃的，超好推坑。对，但也是真的好吃啊。对，好吃，然后。它配这个应该就是跟你说它很下酒应该是因为它是偏咸的饼干，对啊，味道比较重。下一位，这一下冲绳焦糖饼，焦糖盐饼，对，这个我觉得一开始看包装的时候我是没有什么兴趣，对啊，看起来看到旁边有试吃之后才发现，很好吃，咸甜，其实蛮好吃的。对，它这上面就是它基本上就是一块脆饼。然后脆片之后上面会撒盐粒，然后焦糖，然后跟应该算坚果吧。但是虽然说咸甜，但整体的口味还是偏甜。对。然后这个呢，我们买了3盒。对，刚刚那个啤酒饼干也有买复数。对。然后呢，这个还有另外2盒。这个冲绳冲梦子，这个是要买给学生的。对，它就是脆饼，
就是红玉口味的脆饼。但这个没有得试吃，所以我其实不知道吃起来怎么样。对啊，但是感觉很像外面有包一圈巧克力的那一种脆饼。台湾啊，就是那种 V 胖红，就是那种米香条，然后去沾巧克力，然后放干这样。对对对。哦，大概是这种感觉。对，而且它包装其实蛮高级的。对，它也算蛮贵的。接下来呢，这个是虾饼。那时候试吃蛮好吃的。对，辣虾。小辣椒。对，它是这个辣椒好像是冲绳的特产，然后也是包的很厉害。虽然这种就是你知道这种字加这个虾子，有时候看起来好像没有很吸引人。对对，但是它是好吃。对，我们这边也有买 Kobe。这里买的 Kobe 是那个 Okinawa soba 的味道。然后呢，这是我们要自己留的。这是它的冲绳传统风味，冲绳soba。对，soba 的调理包。对，我们改天煮起来就知道了。啊，明天就是这个。可以哦。这个也是冲绳产的海葡萄。这个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煮。他说其实冲一冲，就是配饭吃的，就配任何东西吃。对，就可以吃了。然后我就打算送我妈，然后我妈很会煮。对，就是一整包的雪盐。我后来发现我们去那个盐屋的时候，雪盐的那个店的时候，发现其实冲绳从南到北，然后每个海边，他们都有自己的盐。哦，真的哦？对，就是什么像青盐啊、雪盐啊，不知道，可能也许味道会有点不一样。对，就是根据那个矿物质之类的。所以很有趣。然后我们就买了一包，也是要给我妈的。然后我们还有另外买了这种一小罐的。对，它也有这种小罐包装，然后这是补充包。对，那小包它的盐其实长得超漂亮的。它是那种很像细条，对啊，它就长得像那个珊瑚。下一袋，这也是饼干，这个是DFS 那边它有很多牌子的产品，比如像刚刚狗地白有自己的柜，然后这个Honolulu Cookie 也有自己的柜，然后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那种 shortbread， 就是奶油饼，然后这个是抹茶口味，它还有很多其他口味。再来是买了要送人的酒，对，那就未满18岁请勿饮酒，酒后请勿开车。然后这是泡盛，对，泡盛，对，冲绳的就是比较有名的酒种。他那边其实摆了一整柜，然后我们就是想说，因为我们也不喝酒，对，所以就也不知道怎么挑，就挑了看起来很厉害。泡盛就是像日本本岛就是叫 sake， 就是清酒，然后在冲绳那边他们的做法，他们就叫泡盛这样。然后另外是买了他们的美酒，这个店员很推，对，他说这个很好喝。我妈妈还是要送我妈的，然后就是她可能比较喜欢喝比较甜、味道比较甜的酒，所以觉得就不要买泡盛，就买美酒。但它其实也是用泡盛在基底也是泡盛，对，基底也是泡盛。因为我们在伴手礼这边就是买太多，对，然后那个店员就想说，我们是不是有想要凑9折券，凑很多9折券？对，因为好像是食品满5000就可以拿到1张9折券，所以他就一笔一笔帮我们凑5000结一笔，超多的。对，然后我们就拿到好几张，大概快10张，所以我们就拿那个9折券去逛了一圈，然后我什么都没有买，然后我买了一件裤子，这个 Polo Lauren 的裤子，其实还不错的，就虽然是灰色的棉裤这样子，这边有个简单的 logo， 但是脚踝那边是有收肩的，所以会觉得穿起来比较利落一点，就不会说很像睡衣这样。对，而且它穿起来的质感是好的。对，而且它的质感好，然后平的程度是看起来会很挺。所以就真的不是睡衣，看起来不会随便啊。对 ，DFS 结束。好，我们到了最后一个环节，对，已经清空好多了，就是 Sports Staple， 最后压轴。Sports Staple 是冲绳一间很有名的体育用品店。对，那我们之后也会出一支影片，专门介绍这一间店的特色啊，然后它的大概在卖什么东西，这样。就是这叫什么？摊崩？不是，肌贴。对，这个就是很常见的肌贴。我这边有一点可以说是妈妈手这样，然后所以在比赛前想说用肌贴稍微处理一下，可以贴，然后让自己身体是比较可以负荷打球的状态。所以那时候现场买了一个肌贴这样。妈妈本人没有妈妈手。对，好，那不是重点。
肌贴这个在那边就有，我记得陈列大概5、6个，包含不同品牌，然后不同的那个弹性强度这样，然后还有不同颜色，所以光是看肌贴就可以逛个5分钟、10分钟。东西真的很多。对，我们在那一间店有没有2个小时？差不多吧。对，我们在 Volleyball 待超久，待超级久。对，好，然后再来是这个 Zemst， 就是一个很有名的日本的护具品牌。主要来的时候就是想要找个袖套，然后后来找不到袖套，因为袖套好像尺寸上就是太小了，没有你的尺寸太小了，对，所以后来就只有找到腿套。然后抱小孩，知道会久站，就是会站，抱小孩真的会站很久，因为他坐着的时候他可能会卡住，所以他不喜欢我们坐着抱他，所以就变成要站着。他站久了之后，那小腿就会很酸，或者小腿就会比较紧。想说试试看他的腿套穿起来怎么样。我相信运动用品的设计本身不是为了让你抱小孩，对，但是我觉得它是一个辅助嘛。你应该让他穿去打球试试看吧。都试试看，好不好？都试试看。好 Zemst 他们的，我那时候特地跟他拿了这一本，因为这一本里面他把他的所有品项、所有的合作的选手啊，然后合作的队伍啊，然后再来是他的所有品项全部列在里面，所以我觉得很有趣。里面还有很多细节，是什么 S 号适合多大的 size， 多大的那个什么公分数 ，S 号适合多大的 size？ 对，可能好，下一位。那时候已经逛到头昏眼花，然后再来剩下的都是在那个 volleyball 专区的。第一个是我买的这个软式排球，就是我觉得大家都说软式排球用起来、使用起来、打起来、丢出去会丢不远，会变成是你的手的力道需要比较强。哦，你比较好做串联。对，这就是利用这个去针对我们举球员做训练，这样。对，就买回来玩玩看。欢迎加入我们俱乐部。对，广告一下。好，再来呢，各种品牌的袖套。好，就是因为大家知道我之前合作就是 OH9 的袖套嘛，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有穿了很多都是 OH9 的袖套。那 OH9 的袖套的手感，我应该算是蛮熟悉的。不过其他品牌的袖套，像是亚瑟士的 Move Sport， 然后跟美津浓的这些袖套的，就是我就没有那么熟悉，所以我想说趁这个机会，然后就可以退税，然后又很多样化，对，很全面。因为他们有些袖套也会分厚薄之分，然后有松紧，然后有一些增加摩擦力的功能，对，所以让球刹车，对，让球刹车，对，所以我觉得反正都一起买起来，然后回家研究，然后就觉得是一个很好有这种收获的地方。因为在台湾其实要一次找到这么多这么整齐或者这种全面的品项，其实有点困难。对，我觉得趁这个机会来试试看，这样。其实如果像亚瑟士他们自己的店，可能就是都是只有进都是这个基本款，对，都是比较基本的，所以像这个就会比较难见到。不过美津浓就是不管在台湾在那边看起来都是基本款而已。对，目前看起来是基本款，不知道说不定它有出，但只是就是没遇到这样。对，之后有机会再去日本玩的时候再去看看。然后最后呢，就是这个，我都一去看到这个最新的这种，然后是皮质的小球，我就直接给他买2颗。我们会在之后的那一间就是开箱那个运动用品店的影片里面抽1颗给大家。对，然后另外1颗我要自己留着跟小孩玩这样。对，这个已经玩到不行了。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的冲绳战利品开箱。对，开箱影片这样。对，我们拍了2个多小时，但是我们这支影片也要抽奖。我们要抽这个给大家。我们刚刚介绍那个 Orion 他们联名出的饼干，联名吗？没有，他们自己出的饼干，对，好吃的饼干。那抽奖办法就是按赞这支影片，订阅你的频道，追踪你的 IG。对，在下方留言啊。留言内容就是喜欢我们这样子的闲聊方式的影片吗？对。然后那如果喜欢的话，你是喜欢哪一个环节？对。然后喜欢我们买的什么东西，对，然后还想看我们这样的模式拍什么样的影片，对，或者什么样的类型，或者开箱什么样的类型，对。然后我们就会在这个时间抽奖，对啊，要记得留你的 IG 账号，我们会在 IG 抽奖，开奖，对，我们都在 IG 开奖，这样子比较及时一点，对，比较好联络到人，对，大概是这样。好了，拜拜。